基努·里维斯59岁被曝终于结婚，新娘比他小5岁，却已经满头白发。看过《黑客帝国》的人都记得这个名字，基努·里维斯，一个帅到令人发指，却又气质内敛的超有吸引力男人。没想到转眼间，基努·里维斯竟然已经59岁了。曾经帅气青葱的他不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络腮胡满脸、头发齐肩的艺术老男人。岁月给大家带来什么，大概只有自己才清楚。有的是消失了青涩，有的则是扫除了纠结。像基努这样的男人，却将人生大半的好时光给了治愈。无论是童年还是成年，显然生活都没有善待基努。在2022年，曾经看到《纽约客》有篇文章，竟然是这样写的：这个世界配不上基努·里维斯，大概是这样吧。谁让他从出生便与别人不一样呢？他是脱衣舞娘的儿子，是被自己亲生父亲抛弃的孩子。1964年，基努出生于黎巴嫩，当时他的母亲派翠西亚·泰勒曾是一位脱衣舞女。遇到老里维斯之后，两个人走到了一起。基努，那是来自夏威夷语的名字，有着最惬意而自由的意思。吹过山顶的微风，那是父亲给基努的名字。那里的他也是深情爱着自己儿子的吧。说起来，基努长这么帅是有原因的，他的身上有着多国血统，母亲是英国人，父亲是夏威夷人，而父亲的身上又有中国、葡萄牙、夏威夷、美国的血统。基努身上明显是异域混血的长相，琥珀色的眼眸多情而含蓄，直而挺的鼻子充满了浪漫与唯美，那润泽丰满的唇所演绎的是一个男人的独有性感。白皮肤、黑头发，忧郁又内敛，这样的基努应该称得上天之骄子，可惜父亲却将他应有的幸福一手打碎，只陪伴了他3年，便与泰勒分手，各奔东西。事实上，老里维斯原本也不是什么负责任的人，他一生崇尚自由，爱喝酒，爱刺激，后来还因为生活而铤而走险。这样的父亲，基努似乎爱不起来，更何况与生父聚少离多，母亲一次又一次结婚，一次又一次离婚，那些岁月对他都是残酷的打击。他在13岁的时候曾与亲生父亲见过一面，之后便再没有关联。基努恨父亲的不负责任，恨母亲一次又一次的婚姻。小小的他因为这样不正常的生活而深深受伤，他渴望着家庭，却自己始终不敢涉足。这样的伤害应该是很多人能理解的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老里维斯曾经想过见儿子一面，那时基努已经是演员了，所以他通过电视台向儿子喊话：我已经老了，全身是病，时日无多，回来看我一眼吧，我希望得到你的爱与宽恕。但基努拒绝了，他不是因为父亲穷，不是因为父亲老，而是不想原谅。在漫长的30多年时光里，他内心的伤从未愈合过。成名的基努愿意为白血病研究治疗机构捐款，愿意自己拿钱给特技演员分红，但却不想去看一眼父亲，这足以说明伤的彻底。不过那时的基努有理由不原谅父亲，他相爱了10年的女友离世了，那个女孩叫珍妮弗·塞姆，是因为一场车祸而认识的女孩。他们相爱了10年，1999年，塞姆怀孕了。那时基努刚刚在拍《黑客帝国》，他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好父亲，可以成为一个好丈夫，计划着给塞姆一个完美的婚礼。但天不遂人愿，塞姆让基努失望了，因为任性的行为而导致孩子早产夭折。那时基努真的心如死灰，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与自己为敌。这样的生活过了2年，塞姆在一场车祸中丧生，基努的世界就这样空了。他有了名气，却没了一个可以分享相伴的人。送走女友，基努便一直单身着。他的爱似乎在那一刻被冰封，他的心再也进不去任何一个人。如果不是因为疼痛，谁会过这样真正孑然一身的日子？有媒体曾经拍到基努独自坐在路边吃蛋糕的照片，当时是他47岁的生日，没有祝福，没有亲人，一身破衣烂衫，一根白色的蜡烛，对比他此时的凄凉，完全想不到他曾经在演艺圈里是多么的辉煌。1980年，年仅16岁的基努凭借一支可口可乐广告进入了演艺圈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
也是他追逐梦想的起点。他开始在各种电视剧和电影中露面，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。1986年，他出演了个人首部电影《血性小子》，虽然只是他的处女作，但他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。1988年，基努迎来了事业的转折点，他出演了剧情片《危险关系》，凭借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和评论界的认可。这部电影让他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，也为他之后的演艺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进入90年代后，基努的演艺事业进入了黄金时期。1994年，他主演的《生死时速》上映，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。这部电影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，也让基努的演技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。他凭借出色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心，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机会。1999年，基努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，他主演了科幻电影《黑客帝国》系列。这部电影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，也让基努成为了好莱坞一线男星。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演被誉为经典之作，他的形象也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形象。然而，基努并没有因为成功而沾沾自喜，他始终保持着谦逊和低调的态度，对待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敬畏和热爱。他热衷于接演一些低成本制作的独立电影，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，不断拓宽自己的表演领域。除了演艺事业外，基努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。他将拍摄《黑客帝国》收入的70%捐献给了治疗白血病的医院，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他的善举让人们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善良和温暖。或许正是因为他不凡的人生经历和善意，终于这样的日子在4月11日这天被宣布结束了。因为基努与未婚妻对外宣布他们将要结婚了，那会是一个不大的婚礼，但却是一个值得人欣慰的庆典。基努如今已经59岁，单身了太多年，哪怕准未婚妻亚历山德拉·格兰特也是他在2018年才相识的。他们的相识充满了戏剧性，因为两人都有着不幸的家庭经历，但却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共鸣和安慰。在相识后，基努和亚历山德拉开始了一段关于艺术、生活和梦想的深入交流。他们一起参加艺术展览，讨论创作灵感，并合作出版了2本书《欢乐颂》和《影子》。亚历山德拉负责提供插图，而基努则负责提供文本。这种合作不仅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了解，也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基努和亚历山德拉的关系逐渐升温，最终于2019年走到了一起。他们不愿意过多地暴露自己的私人生活，但他们的默契和包容让他们的感情更加牢固。格兰特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比基努小了5岁，但从照片可以看得出来，50多岁的女人绝对不比男人近老。她已经是满头的白发。格兰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艺术见解在文艺界崭露头角。他不仅是一位视觉艺术家，还涉足写作和出版领域，展现了他全面的艺术才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他的艺术作品充满了独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他善于运用色彩和线条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。他的作品风格多变，既有抽象的形态，也有具象的描绘，每一幅作品都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。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、自然和人文历史等多个方面。通过他的作品，人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世界的敏锐洞察和深刻思考。不仅在艺术领域有着杰出的成就，他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用自己的艺术才华为社会做出贡献。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，通过艺术作品为他们发声，传递正能量和爱心。他的善举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他内心的善良和温暖，也激发了更多人对社会的关注和关爱。这样一位独立、坚韧、个性开朗又相对活跃的女性，有她陪在基努的身边，应该会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活跃一些吧。59岁才第一次结婚，没有一个孩子，也没有什么绯闻。这样的基努真的白瞎了自己曾经帅到令人发指的颜值。如今的基努再不能用帅气来形容，只能说他的气质依旧在线。
哪怕是老了，但身材不变，而且整体外形过得去，哪怕是从脸上的神情也看得出来。基努已经从靠脸成功走向了靠演技吃饭，他给人的感觉是激昂的，但却不是刺激的。不同于阿兰·德隆的强势，也不同于汤姆·克鲁斯的张扬，他更多的是沉稳，更多的是内敛。这场婚礼如果不出意外，将会是基努终其一生的选择。据说格兰特本身是个相当有内涵的女性，博学多才且低调，这样的她算是世界给基努的补偿吧。希望基努在经历了前半生所有的治愈之后，可以真正走出伤害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因为他说过，我不想活在一个善良被认为是弱点的世界里。因为骇客任务系列电影走红的基努·里维一直以刚毅的硬汉形象深植观众心中，然而私底下的他心思纯净，过着孤独却自在的人生，不但在身价过亿后依然不拘小节地坐在街边吃着三明治等快餐，而且还把流浪汉当朋友，和对方在天桥下把酒言欢，甚至在女友去世后彻底封锁了内心，持续单身了18年。虽然目前已经是好莱坞一线演员，但他这一路走来实属艰辛。这里是布吉岛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基努·里维的人生故事。1964年，里维出生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。由于父亲与酒为伴，迷上违禁药品，以及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伤害家人，所以父母在他2岁时就已经离异。这之后，他便和母亲开启流浪生活，并曾在悉尼、夏威夷、纽约、多伦多等不同的城市里谋生。正是因为这份经历，让他从小就懂得生活的艰辛，并且在10来岁就开始了打工生涯，帮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。打工的生活很苦，但没多久，他就凭借俊朗的外貌被广告公司挑中，并首次接触到影视圈的人士。对方要求他拍摄一个广告，内容也很简单，就是站在可口可乐的广告牌下拍一个喝饮料的片段。但那个时候的他根本不懂什么叫镜头感，于是为了拍出理想的效果，他在拍摄前的2-3天不停地喝可乐。他说不记得在那几天到底喝了多少瓶，他只知道自己的胃部几近要被撑坏。但得益于他的努力，广告拍摄得很成功，拿到一笔可观的酬劳后，他才意识到演员是一份很赚钱的职业。于是少年便从这时起决定要进入好莱坞，活跃在大荧幕上。不久后，他出演了自己的处女作《血性小子》。在影片中，他扮演一位冰球守门员。电影没掀起什么水花，但他凭借演员的工作经历拿到了美国绿卡，并只身前往了洛杉矶，开启筑梦生涯。80年代后期，他先后拍了几部青少年题材的电影，包括《高校的血》和1989年颇为成功的青春喜剧片《阿比和阿弟的冒险》。片中他扮演的角色让人们记忆犹新，以至于此后多年，影迷印象中的他都是一副笨小子的形象。进入90年代后，他一直想去除人们心中的这个刻板印象，所以他开始尝试饰演不同的角色，并接下了无数个剧本。之后，他也将堕落的富家少年、不幸被吸血鬼抓住的律师，以及莎翁笔下的唐约翰等各种不同的人物都一一呈现在大荧幕上，但这依然没能让他一炮而红。直到1994年，他接拍了电影《捍卫战警》，肯吃苦的精神和经过多年磨练的演技，让影片大获成功，也让30岁的他一跃而成了大明星。然而在这之后的5年里，他拍的几部影片都不怎么成功，其中包括《捍卫机密》和《连锁反应》。但他并没有气馁，继续低调拍戏，并几乎常年泡在剧组里。努力没有白费，1999年，他终于凭借一部科幻片《骇客任务》再次火出圈。至此，曾经的流浪少年终于成为了好莱坞的一线男星。爆火之后，随之而来的却是狗仔队无孔不入的偷窥，但媒体的拍摄都是失望而归，因为他们发现这位一线男星除了骑摩托，就是在外面一个人瞎逛，甚至还会在外面席地而坐品尝快餐，完全没有半分大明星的样子。低调的生活自然也没有报道的价值。
但这些八卦记者不知道的是，受童年生活影响，这位一线男星从很小的时候就保持着如此苦行僧的生活。13岁就认识李维的经纪人这么评价他：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另类又非常私密的人。对此他解释道，李维的生活几乎只有2点一线，那就是家里和剧组。一旦结束拍摄的日程后，他要么长时间宅在家里，要么穿着质朴出外旅游一段时间，所以他也是影视圈内少有的零绯闻的男明星。但没有绯闻不代表没有感情生活。早在1988年，他就与女演员珍妮弗·塞姆因戏结缘，身处热恋时期的情侣爱得热烈，但依然低调。有报道称，记者很难拍到2人出外同游的照片。一位媒体人士表示，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约会，但在大众眼里，他们的感情就是很好。1年之后，塞姆怀孕了。34岁的李维给2人将未出生的女儿取名 Ava， 但没等他们迎来3口之家的同框，婴儿就在8个月大时不幸流产了。当时有圈内人爆料，女友塞姆是因吸食违禁药物导致流产，对此他没有任何回应。但不论真相如何，2人的爱情都因为这个意外而变质了，女方也因此得了忧郁症。更加不幸的是，2001年，塞姆在服用抗忧郁药物期间精神涣散而出了车祸，当场就撒手人寰了。同时失去挚爱和孩子的李维一时之间一蹶不振。然而命运似乎对他格外残忍，才送走女友没多久的他，又得知相依为命的妹妹患上白血病。纵然强大如李维，他也有些扛不住了。于是在那段期间，他学着父亲与酒为伴，试图度过痛苦的时光，奈何这种方法并没有效果。因此他继续颓废度日，并一副胡子拉碴的模样坐在户外的椅子上，冥思苦想，身边摆放依然是一堆快餐。而这张照片也在全网疯传，有网友表示他眼里的悲伤几乎令人动容。也有人通过这张照片担心，这位好莱坞一线男星会就此沉寂下去，再无荧幕上的辉煌时刻。万幸的是，他还是振作了起来，但也对外宣布不会再爱，也不敢期待。他说，也许在外界看来，伤痛终究会有恢复的一天，但对他来说，一旦心爱的人走了，他就永远是一个人了。悲伤也许会有所改变，但他从来不会从生命消失。因此在这此后的18年里，他一直都保持单身状态。据报道，曾经也有过女星对他表明心意，但专情一人的李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对方。这之后，他依然坚持拍戏，试图用影视作品治疗受伤的心灵。难得的是，他不忘初心，依然用最拼命的方式全身心对待每一部作品。国内曾有一位导演这样形容李维道，你可以永远看到他清澈的眼神，他从来没有浮躁，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。这其中《捍卫任务3》的拍摄过程就能完全体现出他的这一面。当时已经54岁的李维为诠释好一名杀手，在开拍前4个月就投入严格的特训，不但要向退役军人学习枪击，而且接受了骑马、柔道、巴西柔术、日本武术等综合格斗训练。尽管导演告诉他其中可以用特效完成，但他坚持亲自上阵，并称这是他的本职工作，特效是作弊的行为，他不想成为这样的演员。敬业的精神也让他的身价水涨船高，最终达到3亿身家。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奢侈度日，就如他自己说的一样，他从不贪图财富，对他来说那些都是负担，不如捐出去帮助他人。而他真的说到做到，在拍《骇客任务》的续集时，李维捐出片酬分给所有工作人员。他表示，整部电影的成功完全不是他的功劳，而是这些背后的团队。拍摄电影《魔鬼代言人》时，他又让出了90%的片酬，只因为他觉得老戏骨埃尔帕西诺比他更值得被厚待。同时，动物组织、儿童医院、慈善机构和流浪者都是他捐赠的对象。据悉，曾有路人数次看到他给拾荒者给钱的画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弯腰蹲下来和对方聊上一会儿，或者带一瓶酒席地而坐，和流浪者把酒言欢。
这样接地气的行为一度让媒体猜测他的事业是不是已经跌入谷底，并且也变成了乞讨者。但这些疑虑在他的作品接连出现在影院后也都渐渐消失了。人们这个时候也才意识到，只是一线男星活得通透善良，并非前程被毁。另外，他在39岁买下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栋房子，而且还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家人。他让他们安心住在豪宅里，不再为了生计奔波，而他自己依然租房住。日常出行也都是选择骑摩托或者坐地铁，衣着也是同没出名之前一样，很是质朴。甚至有人拍到这位男神的鞋子已经破到要用胶带缠住的景象。如此节俭的行为也让他被媒体称是圈内的一股清流。2019年，这位痴情男星首次官宣了自己的新女友，女方比他小几岁，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，但两人很是相爱。靠在女友身上拍照时，眼神也不再似以前一样悲伤孤独，而是柔软温暖。如今他也依然活跃在大荧幕上，延续以往的简单生活方式。有人说李维是圈内的一个异类，但正是因为他的独特，他才会有优秀作品不断，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肆意的活着。这里是 Boogie 岛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出您的看法，我们下期再见。